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，表演风格很松弛，但是内容劲儿不小。掌声欢迎张俊。很正光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张俊。你们好，谢谢2楼的观众，你们好，谢谢，这是我妈妈的作品，我会向她转达你们对她作品的喜爱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张俊，很开心能够见到大家。我有一个女生朋友，她最近交往了一个男生，她非常喜欢。我问她你喜欢这个男生什么？她说因为这个男生很破碎。我说啥意思？他是商鞅啊。上来就搞这个啊！我对破碎男没有意见啊。好，我有一点意见，有些男的我感觉他破碎是装的，就是他没有别的办法吸引人家注意力了，所以只能利用同情心。那就是装的，看见姑娘走过来就往地上一躺。其实我原生家庭特别不幸福。其实你装你，你要真的去拯救他，你试着拯救他，你会发现他压根儿救不起来，因为他的破碎是装的，你叫不醒一个装碎的人。但是你可以相信他。打开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边的茄黄就行，汤底浓郁，酸甜鲜美，番茄是个宝，茄黄错不了。破碎这个品质不需要努力才能达到，它要求你集齐所有恶习的同时又一事无成。这很简单，你想破碎你就熬夜，你就喝酒，你不用在店里喝，你在马路边上喝，你打车去上海街头5米能看到10个。你要破碎，你工作能力要差，你最好不要有正经工作。破碎男倒是还蛮看出身呢，还蛮看出。如果你是学电影、哲学、艺术，你毕业以后定向破碎。你要再搞民谣，那你太破碎了。你搞民谣，你是万岁爷。可是他贴心，他体贴，他善解人意，最重要的什么？他没有直男癌。我说前面我都信，但是直男不可能没有直男癌。无非是癌细胞多少的问题而已。每个男都知道我在说什么，都别装，都别装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我觉得父权是一种核弹，它炸了以后，每个人体内都有辐射，没有人可以幸免。有些考公大省辐射太强了，有些考公大省那就是父权的切尔诺贝利。我那辐射太强了，那些地方。我上次坐高铁经过这个省，我出来以后想生个儿子，给我吓坏了。我一直开到上海，喝2杯咖啡才缓过来一点。经常被核弹炸的朋友都知道，就是在这片废土上面，基因会癌变，癌变的基因会遗传。如果你想知道你有没有直男癌基因，你就往上查。就如果你爸是男的，你就有，肯定有。我查了一下，我爸就是男的。奇怪的很。癌症嘛，就是早筛查。我是90年代末期出生的直男，我的直男癌发现的比较早，属于是1期癌症，可控。我现在每天要抑制癌细胞扩散，我刷一刷小母书就好了。别人说你怎么老看小母书，我吃靶向药呢。再早一点出生的可能就是直男癌晚期了。之前有一位女导演的女性主义电影在北大放映，然后有个男教授在台上评价女导演年轻漂亮，这种就是直男癌晚期了。一般医生会建议你放弃治疗，就是想说点什么说点什么吧，你等他死了就好了。但网友们没有放弃他，当时网友们用大量的脏话去治疗他，算是一种化疗。算是化疗。就是你早点注意的话，你不一定有直男癌，你可能只是直男炎，主要症状就是老发炎，懂不懂都有一番高见。这种盐系男孩说话喜欢滔滔不绝的，听我说完啊。
觉得自己说的话别人都听不懂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？喜欢预测未来的，哎，你们以后就懂。我不是圣人啊，我并不是圣人，我有直男癌。为了不让身边的人不舒服，我有的时候会试图隐藏我的直男癌。比如我女朋友很喜欢在地铁上看好看的女孩，她很喜欢看辣妹，她每次看了以后都会叫我一起，她说你看那边有个辣妹，她好好看。我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会把头先抬起来，先往反方向看，再看正确的方向，永远这样，先往反方向看，再看正确的方向。为什么我永远知道反方向在哪儿？因为我知道哪里是正确的方向，我早就发现了。我怕他生气，我不敢直接看。他发现辣妹，在我看来就跟慢动作一样啊！你看那边有个辣妹，我在地铁还没进站，一个虚影晃过去，我说那肯定是个辣妹。可是后来我想了一下，我害怕他生气、嫉妒，也许是因为我把他想象成了一个无理取闹的人。我潜意识里认为他和那个辣妹围绕着我形成了某一种竞争关系，这反而暴露了我的直男癌。原来我是一个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脆弱男宝。我想说的是，就人类在近百年才意识到了辐射的存在，但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死于辐射过量。1898年，居里夫人首次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。居里夫妇因为长期暴露在放射性环境下，1934年，居里夫人死于白血病。但是早在1906年，居里夫人的老公，也就是居里，死于车祸。这个和我要说的没有关系，我只觉得居里这哥们儿死的挺有意思的。他甚至不是死于汽车祸，是马车祸。还有一个死于马车祸的是商鞅。我想说的是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我一直以为居里夫人的名字就是居里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居里夫人遭受了2种辐射。居里夫人遭受了镭辐射，而玛利亚女士在遭受了父权辐射的影响下，变成了居里夫人。听我说完啊，父权对我们的影响是难以察觉的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？但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就是可以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。哎，算了，你们以后就懂了。我去消炎了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张俊。张俊索票倒计时。再次掌声送给张俊，谢谢大家。我觉得他这个本子足以让所有的编剧都感到紧张。对，在这个创作里面比较难的是，就是我不确定观众会不会笑，因为他确实有点可能过于触及到那些有点微妙的那些东西了。哎，张俊，我想问你一下事儿啊，因为之前你说你要去上学了，是不是？是，等我那个。可是你这次一次比一次演的又好，又特别棒，那是不是想留着，就是说这时间再多去说说脱口秀啊？去上学其实也是为了能更长久的说脱口秀，因为我的素材库快空了。我希望可以一直讲脱口秀，所以我需要补充一些我的素材。哦，充电啊，哦，就是多一些人生的阅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承认他讲了一个其实比较难以把握的一个话题，但他讲的非常的好，在于有一点我很被打动，就你说看辣妹，我很怕你就停在你说你为什么知道相反的方向，因为你知道正确的方向，然后就仅停落在那儿，那样我就会觉得不舒服。但他最后的落点就是他会认为我们2个女性可能是围绕他以为他是世界的中心，那一刻我觉得是一个让我觉得能够被尊重到的那种感觉，这是我觉得是很巧妙的一点。是，就是问我算老几吗？所以张俊今天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段很难的，而且很难接，前面那么炸，内容很难的脱口秀表演。再次掌声送给张俊，厉害！谢谢。小齐先生，请。这是一个4人组，张俊是4人组里面的第3位。这个是没文化脱口秀和有文化脱口秀的巅峰对决。没有。张本科跟小中专也是给我证明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小齐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票数285，张俊观众给出来的票数，有可能的票差是
张俊还是需要进入到待定期，再次把掌声送给张俊。小齐要继续等待。下面的这位演员表演风格非常独特，大家要心平气和，安静下来听他讲笑话。掌声欢迎王大刀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大刀。我非常爱我的家人。我的表弟在7岁的时候就给20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，这封信开头的第一句话放在现在就会被喷死。今早我睡眼惺忪，我睁开双眼，我大声问道：“老婆，饭做好了吗？”我的大姨夫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，大姨新买了一个尿壶，他就死死地盯着那个尿壶。这个是啥子？我大姨说尿壶。哪儿来的？买的。买来干啥子？我大姨已经想骂人了。喝水。我大姨老是催我生小孩，她说：“大刀，你这么好的娃娃，这么好的基因，不结婚不生娃娃，真的天理难容。”我说：“大姨，我以后50岁会生10个，到时候全部给你带。”大姨说：“要是有一天我突然走了，就是被你气的。”我当时觉得很生气，我很生气。大姨看到了，她觉得自己说错话了，氛围不对了，她就会做一些事情来转移注意力。她说：“哎呀，跳舞，不要生气。”很突然。家传的。再一次见到大姨和大姨夫已经是在灵堂上了，他们还活着，去世的是外公啊，85岁喜丧，请鼓掌祝贺吧。我们从外地赶回成都，每个人都很累，眼睛很痛，黑眼圈很重，所有人里气色看起来最好的是化了全妆的外公。7月的四川格外的炎热，大姨在算着葬礼用的钱，三姨在招待着来看外公的客人，大姨夫一个人站在灵堂门口。好热哦，好热哦！我大姨本来死了爹就烦，有个人在那儿吵就更烦了。你用那个花圈噻，那个风大，全是阴风。他说完之后又觉得自己说错话了，本来坐着的，哎呀，太烦了，跳水儿。跳绳啊！他手里没有绳，我们全家人在灵堂门口大笑，所有人除了外公。外公是去年去世的，今年我回家过年的时候和妈妈一起睡觉，我在那儿默默流泪。我妈说：“你还不睡觉？”我说：“妈，我想到外公去世了，你以后也要死，我好难过哦。妈，你死了以后，你的钱是不是都是我的哦？”我妈说：“老娘以后至少要活到96岁，
你天天吃外卖。我们两个以后哪个的钱是哪个的？不一定。第二天，我和表弟散步，路过了外公生前住了10多年的那家医院。我们每年都会去看外公，几个兄弟姐妹去那儿打卡。今年不用去了，挺难过的，挺想外公。表弟看到了，他说：“王大刀，你又在伤心难过什么啊？想啥呢？看我行吗？看我，小穗儿。”我想聊家人死亡和笑话，因为我老是想到一个时刻，是在外公去世第2天后，我们几个同辈的小孩带着外婆吃火锅。对，没有什么能阻挡四川人吃火锅。外婆坐在我旁边，我记得她每年都会去把白头发染成黑头发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没有去染头发了，她头上全是白头发，腰很弯，吃着嫩牛肉。我当时想到外公去世了，外婆以后也会走，我就很崩溃，我很难过，我太想哭了，但是我不能哭，因为我一哭我就是嚎啕大哭，我一定把那个红汤哭成清汤。我当时想，求你了，我的眼皮不要再眨了，求你了，我的扁桃体不要再痛了，求你了，我的泪腺不要再分泌了，我真的不想要流泪，我真的不想要流泪，我快窒息了，谁能来救救我？谁能来救救我？表弟说：“王大刀你在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我就是没事，我就是有点热。”他说：“你用那个花圈噻。”那个风大，全是阴风。怎么第2遍还是这么好笑？我笑着把眼泪流下来了，我没有再嚎啕大哭了。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太好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大刀。淡淡的忧伤。王大刀索票倒计时，来，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刀。大刀为什么会选择有很大段的四川话？因为我试过普通话，发现我家人的人格没办法用普通话来表达，就是四川话会更有表现力。对，用普通话体现不了。你用那个花圈山啊，你用那个花圈山。别往这边闪，谢谢你。对，还啊，我这人图吉利啊，然后害怕这个。然后很神奇的一个点在于，它有很多地方你觉得你要笑了，但是他其实讲了一个很沉重的一件事儿。你说我要笑啊，但是他要让你沉重，然后就是那种中间感觉跟你掰腕子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种。啥意思呀？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讲的那些对白，我觉得我是很有熟悉的感觉。我会想到我之前发过一首歌，就是我们漫不经心的废话的日常，多无聊，多甜蜜。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表达一种家人之间的一种情感？哦，我试图在拆解它里面设置的这样的对白。大刀的表演可能像我喜欢看的某一些邪典电影，我在试图总结他的表演风格，就是可能就是某一些邪典电影。哎，你给自个儿总结过自个儿的表演方式，这个叫做？我不知道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啊。他们说我抽象，但我觉得我很具体，我不懂。对，你很具体。对，我很具体，我的每个动作、每一句话明白都很具体，对吧？是的。抽象啥意思啊？大家知道抽象是什么意思，他就不抽象了。我是大刀的粉丝啊，你每个人你都这样说，你看来了，没有我每个人你都特别喜欢。我随便我给你找个冤大头，我看看啊。我为了你这话，不是我伤害我伤害一个，我看我伤害谁？我要伤害的都已经淘汰了啊。对，你每一场表演我都很喜欢。因为大刀是一个非常风格化和很独特的选手，他的表演与其说是脱口秀，其实不如说是像先锋戏剧这样的东西，是的，就是一个个人的对独角戏这种。
因为每一次你都能表现深度和有趣和想传达的那些东西，所以我每一次都是听得特别高兴。今天的表演，说实话有很多有一些碎片，有一些那些东西我是很理解的，但是笑料是严重不足的，梗是严重不足的。对对，就是还不够好笑。我是觉得大刀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脱口秀演员。我喜欢王大刀的时间节点非常明确，从上一场他说到吃那个就是涮那个鸭肠的时候，然后不断的做一个动作啊，跑那个，从那时候开始，就他的风格明确到你要么非常喜欢，要么你就 get 不到，你就觉得这是在干嘛。有人会觉得像一个多幕的独角戏，但我觉得其实不重要。因为脱口秀本来，如果我们追源的话，它本来也不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，它到这土地以后，它自然会发生属于这个土地某种本土化的变化。那它可能就其中的一个代表，一个状态，我非常能够接受。刚才春春讲让他想到某个什么写点电影，他其实在我心目当中那个风格很像英国的伦敦生活那个 Phoebe Waller-Bridge， 就表演风格不像，但那个无厘头的感觉其实特别像的。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挺好的某种喜剧类型。我觉得就是风格，就是你得坚持，因为总会有人喜欢。脱口秀舞台上就应该有多元化。对对对对。再次掌声送给大刀。谢谢老师们。来，小齐，小齐已经屡战屡胜了啊！我们来看一下观众给出来的票数差是。230，来，大刀要进入到待定区，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刀。我很爱我的家人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爱他们。其实外公生病10多年，每年去医院的时候，如果能有一个人讲一个笑话，其实是非常宝贵的经验。有时候可能我不会意识到它的重要，会忽略它，会忘记笑话。但是笑话不应该被忘记。但我觉得就是如果时间还足够多的话，一定还可以处理得更好。短的时间内，我就是只能做到现在这个样子了。我现在就是探索吧，慢慢来吧。